魏无羡解释道：“正因为你资历最浅啊，你想吧，若是你毒害了精灵，宗主之位照理也轮不到你，那就肯定不是你啊。”看魏无羡说的很有道理，江澄也颔首同意了。金氏个人自是也没话说，金子平变成了兰陵金氏代理家主，而他首要做的事便是将除了魏无羡、蓝忘机、江澄3人之外的其他人请回去。现下凶手几乎认定是金子龙，就算万一真不是他，也可以肯定是金氏内部之人。将那么多仙门中人一直留在金陵台也不是办法。他说的有理，江澄也没他办法。之后又带上大量礼物去给同时还中了毒的其他几位公子登门道歉。不得不说，金子平为人圆滑，做这代理家主确实还挺合适。更有不少人私下讨论，若金陵一直不醒，让他做正式家主也无不可。魏无羡他们3人还是待在金陵台，毕竟金陵还没醒，他们放心不下。起先金子平还很惶恐，毕竟他确实干得不错。不过魏无羡这个人和江澄很不一样，江澄只会对他冷嘲热讽和瞪他，魏无羡看他干得不错，却夸他，甚至还鼓励他。几天过去，金子平倒是心态放轻松了，稳当当的当着他的金氏代理家主。是夜，魏无羡沐浴完，便坐在榻边晃着2条修长且白花花的腿，等它们晾干。他本就随意，所以也不怎么擦得干净，中衣沾了水汽，有些湿润的搭在身上。蓝忘机一时不知道眼睛该往哪里看，便拿了件外衣扔给他。魏无羡好像心情大好，把外衣随意一披，对蓝忘机笑眯眯道：“哎，蓝湛，你看我们配合的多好！夷陵老祖负责忽悠，韩光俊负责配合，这片谁不得是一片一个准？”蓝忘机听着他胡言乱语，道：“事出有因，不得已才如此的。”“是了是了，韩光俊为人正直，从不打诳语，这善意的谎言不算撒谎，算不得数的。”蓝忘机显然不想和他继续纠缠这个话题，看他一眼，道：“衣服穿好，若着凉病了，之后你待如何？”没和他争论自己身体大好这么点事才不会病的问题。只见魏无羡倒在榻上，语气欢快：“病了就请韩光俊多照顾我这个柔弱男子了，反正金陵也要醒了，交给他自个儿收网呗。”果然金陵第2日便醒了，不过中毒昏睡太久，脚步虚浮。照一休所说，幻灵散余毒未清，还不可使用灵力，身体上倒没什么大问题了，只需好好休养。便听得魏无羡等人解释代理家主一事。金陵本就是个好强的，虽然身体还未痊愈，却也不想让人小看了去。特别是有几位族中长老们原本就嫌他小，看他不顺眼，所以他硬是要自己亲自打理事务。其他人也没他办法，魏无羡和江澄自是拗不过他。金子平本也承诺只代理到金陵醒来，现下也是时候卸任了，便也同意再让金陵休息几日，再将族中事务归还。又过了2日，看得金陵已无大事，魏无羡想回藏书阁给金陵找找有没有解毒的法子，便和蓝忘机御剑回姑苏了。而江澄身为江氏宗主，自然有一大堆族务缠身，这回在金陵台确实耽搁得太久了，便也告辞离去。离去前，江澄千叮咛万嘱咐：“阿陵，千万别动了灵力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”金陵只不耐烦道：“我知道，我就待在金陵台，没机会使用灵力的。”当夜，一个黑影闪进了屋里，看得榻上睡着一人，便巧声抽出身侧佩剑，一剑往那人心口方向刺去，力道之大，竟将连人带床板都刺穿了去。下手如此狠厉，一看就是来要人命的。得知金陵的死讯，是在第2日清晨，服侍金陵的小厮来报，金宗主鲜血淋淋地倒在床上。金子平听到消息，立刻派了一休过去查看情况。然而一休支支吾吾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金子平却收起平日的圆滑态度，问他：“可是因为使用了灵力，毒火攻心？”一休立刻会意，连忙应是。金子平又吩咐了几句，便叫人下去了。终于，他坐在金氏宗主的位置上，才真正的舒出口气。随后他去看了眼尸体，又吩咐人先封锁消息，立刻召开了族中会议。听的消息，族中长老无不震惊，也不少人露出惋惜之情。金子平提出应当立刻下葬，再发出消息。长老们对此分成2派，一时争执不下。待听的金子平道：“先放出消息，等江婉莹来了，这事我们怎么解释？”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先埋了再说，然后选出继任宗主，来了再塞个理由。反正事态定局，又有新宗主挡着，
想他江婉莹也不会硬拼到底。他说的不无道理，起先反对的那一派虽觉不妥，但也没其他办法，只能叹气。哎，这都什么事啊？其实族中对金陵满意的人也不少，虽然还年轻，但是金陵资质好，天赋也高，待得再过些时日，必成大器，也有希望重振金氏。现在却是英年早逝，当真是薄命。然后再有人推荐金子平直接接任金氏宗主之位，理由也无不妥。他现在已经是代理宗主，对族中事务已然熟悉，这段时间也做得很好，实在是首要人选。金子平哪里肯呢？频频推辞，可没想到出言支持他的人如此之多，竟有些推辞不掉的意味。金陵派的几位长老面色极为难看，一来是不想随了金子平的意，二来又实在想不出更好的人选。虽还没有定论，但金子平的呼声很高，几乎是继任宗主之位不会有变数了。他口中一直在推辞，但心中的狂心之情都快要藏不住，就听到金子勉问他：平兄确认金宗主是死于幻灵伞毒火攻心吗？那是自然，我亲自检查的。似不解金子勉为何这么问。那边金子勉没有再出声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就听到背后传来一阵冷笑，明明该是剑伤，竟能看成毒杀。是他们极为熟悉的少年声音。循声望去，就见金陵向他们走过来，边走边说：戴宗主是不是年纪大了，眼神不太好使啊？身后跟着早就离开了的魏无羡和蓝忘机，还有面色黑沉沉的江澄。众人无不惊奇，金子平更是惊呼道：你们怎可能？金陵不是，而且你们不是走了吗？魏无羡对他笑笑，声音里带着点调皮：是走了呀，然后在兰陵找了家酒楼，美美的吃了一顿，又回来了。我们有金宗主赏的通行谕令，这不想来就来吗？说着，魏无羡拿出兰陵金氏的通行谕令，还在手里转来转去。不过这兰陵的酒还是比不上姑苏的，平兄你害得我又耗了几天才能回去喝天子笑了。这下金子平是全然明白了，哪有什么幻灵伞，哪有什么毒气攻心，从一开始就是给他下的套。众长老还不懂其中故事，金陵便向他们解释，原来用幻灵伞毒害他，再到暗杀他，然后自己做金氏宗主，这些事全是金子平原先的计划。他早已买通了族中不少能说得上话的人，只要金陵不在了，他就有办法被选中宗主之位。只是计划早已被金陵知晓，便联合魏无羡他们配合他演了场戏而已。说的时候，他还狠狠地瞪了几眼面前一些金氏族老，心虚的早已心下忐忑，面上虚汗直淌。金子平原想先低调行事，以免被人针对怀疑，所以也不想当甚代理家主的，只是被魏无羡推上来，推不掉而已。现在想来，早已经是人家的圈套。金子平不怒反笑道：各位当真也是演的一手好戏啊。金陵却道：先别忙着夸奖了，你就不好奇昨晚发生了什么？这说的倒是，金子平原先买通的职业杀手，明明已回报任务完成，今早他也让一休尸检了，自己还去看了一眼，怎地金陵现下好好的站在这里？魏无羡实在忍不住了，哈哈大笑起来：一休？哈哈哈，那哪是什么一休啊，是我昨日在城里戏班花钱雇的。你们不是喜欢演戏吗？我请人陪你们演啊。金陵继续道：你买通那2位针灸的门生，再陷害金子龙，他们也都招了。然后江澄对后面唤了声：把人带上来。就见几个金氏门生押着一个黑衣人入了厅。金子平一看，就是他买通的职业杀手，他气不打一处来：你竟然吃里扒外出卖我！这杀手也是他多年以来一直合作的职业杀手，揽生意靠的就是身手和宁死也不能出卖雇主的硬脾性。而这次不止出卖了他，昨夜还过来骗他已得了手，也不知对方用了甚手段，竟能让这家伙如此服从。那黑衣人被江澄踢了一脚，当即跪在地上，面如死灰。魏无羡在他背后冷冷地笑了一声，他立马开口：我招，我什么都招，都是金子平雇了我，让我去刺杀金宗主的。这几年他还雇我杀了不少人，我都有证据。金子平再也镇定不了了，手上用力握紧了拳头。本来是个绝好的计划，只可惜功亏一篑。一长老实在不解，问道：金子平平日做人圆滑，况且也还年轻，族中势力只需慢慢扩大，以后有的是机会，为何现在要匆匆行事？想必是因为这个吧。金陵从怀中拿出一封信，并给他们细细道来。金氏从敛方尊时期便在很多偏僻地界大肆建起瞭望台，由当地仙门世家派人去看守驻地，巩固结界。
而兰陵境内的，自是安排金氏族中威望比较高的一些长老去，一来有威望之人才能镇得住手下之人，以免离得远便心生作妖；二来修为身手也高，寻常妖兽凶尸自然不在话下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